今天才知道，原来罐头瓶上也有个小机关，轻轻一拧就能打开，方法简单又实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今天小编教大家几个开罐头盖的小妙招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吧。生活原来这么简单，罐头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，很多食物都会用罐头装，每个家庭都买过罐头，比如调料品罐头瓶等等。那么，你是否遇到过罐头瓶打不开的情况呢？平常家里买回来的罐头瓶难打开怎么办呢？其实，开这种罐头瓶单纯用蛮力并不管用，而是需要找对方法。一旦方法找对了，即使女生也能轻松打开。打开罐头的第一个方法，用热水泡。有些罐头瓶是比较大的，它的瓶盖也比较大，这时我们用手去拧开就不太好拧。如果你尝试了用保鲜膜的方法，还是没有将瓶盖拧开，那就说明这个瓶盖比较顽固了。我们不要再去浪费力气，马上来用下面这个方法。准备一个圆盘，将罐头倒着摆放在盘里，就是说瓶盖要贴着盘子摆放，然后倒入60度左右的热水，热水的量一定要没过盖子，这样才会起作用，大概泡个40秒左右。我们可以把罐头瓶拿起来了，用毛巾擦干上边的水分，然后拧一拧就可以把瓶盖拧开了。这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，所以瓶盖胀松之后，就可以轻松地把瓶盖拧开了。打开罐头的第二个方法，拍打法。罐头各式各样，大小不一，长短不一，那么打开罐头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卷毛先给大家分享第一种方法，适用于小瓶子的罐头。别看小罐头的身躯小，但是要想徒手掰开它，也是相当的费劲。首先找到瓶子的底部，然后用力给它拍打3-4下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力气的话，多拍几下也没人拦你。拍打几下后，可以试着扭开它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轻轻一转，居然就开了。这个方法真的非常实用，可以说是毫不费力。但这个方法不适用瓶身长的罐头，就算你用洪荒之力敲打100下，也是扭不开的。打开罐头的第三个方法，摩擦法，增加摩擦力法。我们需要一张保鲜膜，首先将它对折，再对折成我们需要打开瓶盖的大小，然后就可以尝试着打开它了。造成难以打开的原因呢，就是由于瓶盖的周围是圆润光滑的，与我们的手之间的摩擦力较小，所以我们哪怕有劲也使不上。原理呢，就是用保鲜膜能够在手和保鲜膜之间增加摩擦力，起到了防滑的作用。所以根据原理，我们不仅可以用保鲜膜，只要能增加摩擦力的工具都是可以的，比如毛巾、胶带之类的物品。打开罐头的第四个方法，使用打火机。我们用打火机来烧一下瓶盖的边缘的位置，用这个方法把瓶盖边缘的位置烧上一圈。这样做的原理非常简单，就是通过加热把瓶盖里面的胶条给它软化一下，这样瓶子里面的气体就会跑出来，这样我们再开的时候就会非常轻松了。这样我们烤完之后，为了防止烫手，这边好一块抹布将它覆盖住上面，我们来拧一下，大家看瓶盖也打开了。打开罐头第五个方法，小机关。其实呢，除了拍打之外，我们的瓶盖上面还有一个小机关，直接看是看不见的。我们将瓶盖这样侧着放，就能看到瓶盖有4个部分是往盖子内侧凹陷的。其实这个就是瓶盖上面的几个小机关，因为盖子往里凹陷，所以让盖子紧紧地扣在了罐头瓶上面。这个时候只需要找家里面吃饭的勺子，对准盖子凹陷的地方，
用勺子的勺尖轻轻地往外一撬，这个时候就能听到啪的一声，再轻轻地拧盖子，这个时候盖子就可以轻松打开了。整个过程都不要2秒钟的时间，非常的快捷省事儿。这个方法百试不爽，百试百灵的，无论是大瓶的罐头还是小瓶的罐头，什么样的罐头都能用这种方法轻松打开。这个开罐头盖子的原理也非常简单。我们的罐头处于一个密封状态时，里面除了有食物之外，是处于一个真空的状态。此时罐头瓶里面的气压小于罐头瓶外面的气压，所以当用蛮劲开盖子的时候是很难打开的。所以当用勺子轻轻地撬动盖子，当盖子松动，空气迅速进入到罐头瓶内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瓶子里面的气压瓶子外面的气压是相等的，这个时候再来拧盖子，就能轻轻松松地将瓶盖打开了。是不是感觉特别神奇呢？打开罐头的第6个方法，用纸巾包裹罐头盖，这是一个不用费力而又不会伤手的方法，就是用纸巾把罐头盖子包起来。因为罐头盖子很光滑，不好抓住，用手转动的时候会滑掉，所以很难打开。但是如果用纸巾包住以后，就会有更多的摩擦力，就像鞋底和地面一样，摩擦力越大，越不容易滑动。这样用手转动的时候，就会有更多的力量传到罐头盖子上，就可以轻松地打开罐头了。打开罐头第7个方法，我们都知道，罐头盖子的边缘都有一些凹槽，用来卡住瓶口，从而起到密封的作用。我们只需要把罐头斜着拿在手上，用盖子的位置敲打桌面，一边敲打，一边旋转瓶身。罐头都是抽掉里面的空气，真空保存的，在我们用盖子敲打桌面的时候，就会让盖子变松，使外面的空气进入到罐头里面，这样就解除了罐头真空的状态。现在我们来打开罐头盖子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可以轻松打开盖子了。方法简单又实用，用这个方法来开盖子，小编觉得是最方便的一种方法，只要把罐头盖子处敲打几下，拧一下就打开了。特别是喜欢吃水果罐头的小女生，自己力气小，不方便打开盖子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开盖。下次开罐头时，一定要记得试试这个方法。学会上面几种打开罐头方法，就不用怕打不开罐头盖了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打开盖子方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